证件。你不认识我，不知道我是谁啊？少废话，证件。你给我等着！你给我等着！你说什么？张景发的太太跟马扶摇有一腿？对。那就是说，马扶摇这个特务头子还在严城。从清理现场痕迹的手段来看，非常专业，所以我估计主凶是马扶摇。杀人动机奸情杀人，主要是想长期霸占张太太，顺便给自己留个落脚的地儿。行，那我一会儿去找大虎，把这个案子交给他们处理。人家正跟那些阶级姐妹过不去呢。啊？查抄妓院呢？那张景发这个案子，你也不许插手了？我不插手，我不插手交给那些土包子呀。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土包子呀？咱们处理有规定，凡是牵扯到国民党特务潜伏的案件，全部都得交给政保组来负责侦破。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现在这案子只是推理，我现在把这案子交给他们，他们指不定给我办成什么样。行了，你别东拉西扯的，你说吧，你今天到底找我来干什么来了？孙大虎的办公室你能进去吗？你想干嘛呀？过来。不是吧你？新社会了，琪琪，我跟你说，你过去的那些作风，你那些乱来蛮干，你都不能再有了。你这样，你得再打跟头。好，我不连累你了，就当我什么都没说。走了。哎，别，什么叫连累啊？哥是怕连累的人吗？不是，我是担心你的前途。你这个还……孙组长。哎，小雪。孙组长。小雪，你有事儿啊？没事。哎，等等，肯定有事儿。是不是野驴那个小子出事儿了？没事。站住！许忠新同志，有事情必须向组织汇报，不得隐瞒。叶绿旗他私藏枪支。啊！
进去。张太太，咱们又见面了。长话短说，你是有个蓝颜知己，对吧？或者说你是某个男人的红颜知己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还真是情深意切，可人家都找了。你们把他抓住了？他是谁呀？马扶摇啊！马扶摇是谁呀？马扶摇是军统保密局盐城站站长，这个位置何其敏感，他的名字连报社的记者都未见得知道，你一个富人家是怎么知道的？不说是吧？我有的是时间分配。他怎么说的？我要和他对峙。算了吧，现在要和他对峙的人多了。哎，房凤你知道吗？那个电影明星吗？我看过他的片子。很漂亮吧？她也是马扶摇的情人之一。那照这么说，你们俩应该是姐妹了。我不信。他跟我说啊，你们俩做那事儿的时候，我说，我都告诉你们。来坐下，慢慢说。秦处长，一不小心，这案子破了。那么凶手是谁？军统盐城站站长马扶摇。张景发夫妇都是红杏出墙，张太太是马扶摇的情妇之一。平时张景发一毛不拔，张太太从他那里得不到钱财，于是他托了他的老情人马扶摇去威胁张景发，而张景发宁舍命不舍财，于是马扶摇动了杀机。你是说马扶摇没有去台湾？起码5天以前他还在盐城。回动，回动，回动！叶律奇，把手举起来。处长，这是唱的哪出啊？小孙，怎么回事？把手举起来。为什么？把手举起来。走。组长，哪儿来的？黑市上买的。带走。等等，小孙，这是个误会，这把枪是我的，你可以看一下枪的编号。处长，你的枪怎么在叶律奇的手里？我的枪有点小问题，我请叶律奇同志帮我检查一下。
哪儿来的？办案需要，暂时借用一下。问谁借的？谁同意了？我问你借，可是你不在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处长，我请求对叶绿熙隔离审查。同意。等候紧密室。秦处长，我怀疑你假借名目，故意把武器提供给叶绿琪。像耶律齐这样的留用人员，他们为了破案，冒着生命危险，你愿意看着他们赤手空拳去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潜伏特务吗？我也觉得这个规定不够完善，但这不是违反规定的理由，尤其是作为一处之长。这件事情，我必须上报军管会。我同意，你有这个权利。还有，叶绿琪盗窃绝密文件，这件事情已经不是违反规定那么简单了，我必须把他上报军事法庭。他刚才已经说过了，他是为了破案的。秦处长，你还在替他开脱？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你的觉悟去哪儿了？你的立场到底站在哪一边？小许同志，良心不安了。你这么做可是违反纪律啊！又不打算违反纪律了？哎，张太太已经交代了，和耶律推理的完全一致。因为这个案子牵扯到潜伏的特务，所以我已经把他移交到政保组了。好啊，很好。季组长，您是刑侦方面的专家，所以我想让您谈谈，您觉得这个案子里面还有没有什么蹊跷的地方？是处长觉得这个案子还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？不是，我也不懂刑侦，我只是随便谈谈个人的看法。我觉得咱们严惩解放了，那么以马扶摇的身份和他的处境，他应该不会为了一个女人去铤而走险。秦处长可能是不太了解马扶摇这个人。马扶摇以前号称是军统之秋，
他军什么？军统之秋啊，就是泥鳅。啊，他这个人最擅长的就是化妆和潜逃。在解放之前，日本的特邀科动用过一切的力量，试图抓捕他。后来我们发现，在敌伪的档案里面都没有他一张照片。我想，可能是他太过于自信了，所以才敢顶风作案。啊，那我们的同志有没有谁跟他打过交道的？我就跟他打过交道啊，在解放前我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，耶律也见过。要不然这样，我呢把他的容貌描述出来，让咱们技术科的同志画成图像，到时候我再让耶律参详参详，他脑子比我好。哦，还可以画成图像啊，我觉得这个主意好啊。不过秦处长，你也别抱什么太大的希望，因为就算有图像，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。马扶摇也知道我跟耶律以前见过他，如果他还留在盐城，一定不会以本来面目示人的。以他的化妆技术，只要他想，他有可能化妆成任何一个我们想象不到的形象出现在别人面前。行，那先画出来再说吧。好。军统之秋，军统之秋，军统之秋。哎呀，神探耶律齐，天赋异禀，才智过人，最大的缺点啊，骄傲。你不知道有些时候我看着你那个骄傲的脸吧，我都想打你2拳。所以看你关到禁闭室里吧，我这心里我还挺……你给我出去！别烦我，我在关禁闭呢，我在休息呢，烦不烦？小点声，让人听见了再加你2拳。说点正事啊，我让人把这个马扶摇的形象画了一幅画，你看看像不像？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？我怎么觉得跟你长得挺像的？别闹，像不像？白费功夫啊！不像吗？你动动脑子好不好？马扶摇现在怎么能以真面目示人呢？他现在不定扮成什么样子，你有他照片是没用。别忘了，他可是军统之秋。哎，西西，我说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这道理我能不知道吗？这里面牵扯到一个你的态度问题，对吧？你好好配合我们工作，这也算戴罪立功啊，早点放你出去。我谢谢你啊，兄弟，人家不相信我，我才不拿我的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呢。这个歇歇多好啊，还可以吃苹果。哎，关禁闭带薪嘛。带薪，这样啊，你要是能多住2天，不仅带薪，我把我的那份薪水我也给你。没问题。你让小许同志多来看看我。行，我让他多给你带点苹果。前面。进来，处长。大伙啊，这就是马扶摇。这是根据季连才同志描述画的，给张太太和房凤都看过，他们都说画得很像。这个人我好像也有点印象，应该就是马扶摇。我已经给政保组的同志下了死命令，重中之重就是抓这个大特务。大伙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不是因为耶律齐，张景发被杀一案，我们就不会和这个马扶摇挂上钩，我们也不会知道马扶摇竟然还在盐城。功是功，过是过，在这件事情上，耶律齐有功，但是他偷盗绝密档案的事儿是谁也抹杀不了的。这个我知道。对了，我听季连才说，这个马扶摇他的外号叫军统之秋，想抓到这个人可不容易啊。而且我觉得目前这个案子还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。哎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按道理，这个马扶摇应该是惊弓之鸟，他怎么可能有胆量往他的姘头去杀人呢？是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马扶摇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留在盐城，应该还有什么重大的阴谋。
我想这样吧，照目前的状况，我们把这个案子分成2部分进行。马福尧的反革命行为由你们政保组负责，刑事犯罪方面就由安保组负责，这样齐头并进，线索可以多一点。处长，你说了半天就是为了启用耶律齐啊！大侯啊，不管怎么说，耶律齐他是个人才，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海纳百川的胸襟，对不对啊？不对，至少得等到军管会的批示下来以后再说。好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少给我来这套。愿不愿意配合人民政府？说句话。我当然愿意了，老总，说了你也不相信。我就是想让马扶摇吓唬下我那死鬼丈夫，让他吐出一点钱财来，别都便宜了外面的野女人。可是谁想到，事情闹到这一步，我们就算说不上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可也不至于你死我活呀。愿意配合就好。你给我听着，下次马扶摇再出现，就在你们家的后院衣架上挂上你的旗袍，别的就不用管了，听明白了吗？我一定照办，一定照办。那我可以回去了。等等，会游泳吗？我警告你，就算你是浪里白条，也别想游过台湾海峡去。别想和人民政府斗心眼儿，明白了吗？长官，你放心，我绝不敢和政府耍心眼儿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就在盐城待着，赎罪。走吧。小许，你在干什么？孙组长，军管会来电话了，说同意给留用人员配发武器。啊？怎么还想不通啊？军管会的领导已经同意了，正式的文件很快就会下来。处长，我向上级反映，你私自给留用人员配发武器的事情是对事不对人。我当然知道了，我对你还不了解吗？这次呀，要多亏你打这个报告，上级领导才会这么快的重视这个问题。但是，配发武器人员名单里边不应该有耶律齐，他的审查期还没有结束。怎么，你是不是想把耶律齐一辈子关在禁闭室啊？小许，档案室的保密档案和材料你都归档了吗？请孙组长放心，我都已经整理好了，要不然哪有时间跟季组长他们学刑侦啊？处长，我建议先把耶律齐调到档案室，让他整理材料，等他的审查有了结论以后再安排工作。可是耶律齐盗用档案的事情，他不都交代清楚了吗？有什么好审查的？那也不行，不能这么便宜这小子。他不是号称野驴吗？我就给他带几天嚼子。处长，这是我们政保组的职权范围，请你支持我的工作。好啊，我支持。处长，我给你汇报一下关于抓捕马扶摇的进展。张太太已经同意跟我们合作，我们已经把他放回了家里。只要马扶摇再跟他联系，他会马上发出信号，
我们在张太太家周围布置了几道暗哨，昼夜监视。不过我倒是觉得，在这种时候，马扶摇应该不会再去找张太太。我还有第二手准备，我把马扶摇的画像下发给车站、机场、码头等要害部门，只要马扶摇出现，他就逃不开我们的天罗地网。好，你就先这么干。孙组长，那我让耶律同志来档案室了。小雪，你要密切监视耶律齐的一举一动，一旦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，立刻向我报告。是。哪一站去广东呢？你好，来，我打一张到白石桥乡的车票。哎，好，谢谢吧啊，哎。谢谢啊，哎。老爷子，您慢点啊，慢点。谢谢了啊，小伙子。你慢点啊。怎么样？有什么情况？没有。有个电影明星叫房凤，他跟军统保密局盐城站的站长马扶摇有过一段露水之缘。打起精神来，不能有丝毫大意。是。啊！
你吓死我了！跟踪我？那么凶干嘛？路过。路过？啊，这么巧？老实说，你在这干什么呢？路过。我知道了，你是想保护我。你为什么就不认为我是在悄悄的散步呢？散步啊，散到我们家门口来了。等着我。哎，家里太乱了，这不请你进去了。你让我等你干嘛呀？哎，让我等你干嘛呀？接着拜，接着拜。饭在锅里呢啊！知道了。为什么呢？砰砰！干嘛呀？还换了身衣裳啊？有想好的啦？化妆执行任务。化妆执行任务。走吧，陪你散散步。我当什么事儿呢？啊，不用，我自己走就行。哎，你散步都散到我们家门口来了，我怎么也得尽点地主之谊吧。再说了，这天这么黑，让一个连枪都拔不出来的小女孩一个人回家，我可不放心。谁说我拔不出枪啊？爸，哎，闺女，这可使不得，这可使不得，有话慢慢说，有话慢慢说。这是我亲爱的母亲。哦，大妈您好，您好，我是耶律的同事。哎，我怎么瞅着你有点眼熟？这是我上司。哎呦，你瞧瞧人家闺女，多有出息啊！哈，你这么年轻就当了我儿子的上司了？还有啊，哎妈，我现在送她回家，天太黑了，她一个人不安全。啊，进屋坐会儿吧，都到门口了。不错了，不错了，不了不了，大妈，改天啊。改天。啊啊，走吧。我们来先玩啊！哎，好好，再见，大妈。哎，麻烦你了，你帮我掏一下这兜。这里边钱您拿着。闺女，啊，你的。哎呦，我总爱丢东西，谢谢大妈，谢谢。那我们走了啊，家来玩啊，好好好，再见。拔枪的时候，拔的瞬间，提点肚子。这都大马路了，别送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我散步不行啊，只准你散步，不准我散步，你也太霸道了吧？不是，我是说，你看你送我回去，你放心了，可是你这大晚上的，你又没带枪，没武器，然后不安全吗？自己回去，那咱俩这么送来送去，天都亮了。那我有一个办法，咱俩都安心。就怕你不同意。这心意是心意，纪律是纪律，不能见。你不是秦处长的学生吗？朝里有人好当官啊，你怕什么呀？你不懂，共产党只有分工不同，没有高低贵贱。你就算是秦处长，他因为私自把枪给你，还被孙处长在军管会的首长那儿参了一本。有这事儿？当然呀，我听说，就因为这事儿，
老师还在开会的时候被军管会的主任口头批评了呢。哎，你说孙大虎脑子是不是有问题？上司也敢得罪，不怕给他穿小鞋啊？用词不当，你那是国民党的作风。好吧，不勉强你犯纪律了，给我看看行不行？叶雨琪，你说你一个姑娘家，拿这么大一把驳壳枪揣在身上跟炮一样，图死！就你啊！这枪是老师专门给我选的，他说现在敌情复杂，其他枪火力太弱了。那枪套呢？老师说有枪套拔枪不方便。你老师挺关心你啊。一切革命队伍内部的同志都要互相关心、互相爱护、互相帮助，这是毛主席说的。关心也得知道怎么关心，瞎关心反而害了别人。你知道你刚才为什么拔不出枪吗？平时练的不够呗。不是，那是。除非你想让我关心你，我就告诉你。你真的别送了，放心回去吧。没事儿，我跟我妈都说了，今天晚上我住宿舍。真的？哎，你跟我讲讲，那个老师他之前当地下党的时候，怎么就被你给抓住了呢？这我得好好跟你分享一下我曾经的光荣反动历史。蠢货！一群人不如他们两个啊！他们两个好赖还给我扯下半块衣襟来，你们干回什么来了？啊！3天之内给我找不回人来，我把你们切碎了喂狗！什么事？什么案子啊？破了有什么奖励？任何人，只要破了案子，3根金条。这案子我接了，你让他们把线索留下，人都散了吧。走，都滚，快点走！我说把线索留下。什么线索呀？那这就是唯一的线索。这犯人什么人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不抓政治犯。就是一普通的绑匪，绑的是王总司令的儿子。那说好了，案子破了3根金条。发现什么端倪没有啊？这警备司令部、南京宪兵司令部，1个小时1个电话，再不破案，要动的就不是我的位置，是我这个脑袋了。这个人佩戴过徽章，而且是长期佩戴，不然布料上的洞孔不会这么粗。哎，这都是个重要线索。赶紧让你手下的人滚出去找线索，把各式各样的徽章样品都给我找来，尤其是盐城各个学校的校徽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绑匪是个文化人，是个教书匠或者大学生？去吧。月光下的城，北风中是谁的白雪皑皑，凌乱的脚印，东江的行李
不必打开，免得逃避难为情。春死都不愿改，改不掉总是对我很慷慨，交给我的心，习惯了偏执的距离，一再小心也逃不过易碎的你。在哪里等着你来，来把这心打开，别说你不怕被害。在哪里等着你回来，来去也许不该，错过彼此的精彩。总是对你很慷慨，交给你的心，天真的跑进风里，不再小心，一路上逆风而行。在哪里等着你来，来把这心打开，别说你不愿被爱。在哪里等着你回来，来去也许不该，错过彼此的精彩。在哪里等着你来，来把这心打开，别说你不愿被爱。在哪里等着你回来，来去也许不该，错过彼此的精彩。或是不该，那么一定是精彩，精彩的不该。